Hello， 早上好。那我现在呢是在中国甘肃的省会兰州。那兰州现在这里呢温度已经是只有10度左右啦。那我们昨天呢是从四川巴中自甲出发，一路途经广元，进入甘肃的陇南，然后翻越这个海拔2000多公里的黄土高原，到达的兰州。那这路上的风景呢特别美。我们到达兰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吃了当地的特色手抓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这一家老字号的手抓店啦。这个门这么高级。这个叫三炮台，当地的特色啦，喝起来有点微甜的感觉，还可以。就是如果你吃手抓羊肉的话，喝这个也没那么腻。下一个是我们的甜贝子，这个甜贝子我感觉就是像小麦做的，它这个整粒整粒的麦子啊。我刚刚以为它口感是那种硬硬的，但实际上是非常软的，然后外面有一点点那种麸质的硬壳，有点像米酒哎。而且它那个麦子吃完之后很甜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叫甜贝子了，好吃。这个是我们的手抓羊肉，那我们点的这个手抓呢是肋条，先来一点辣椒，这是自己炒的这种辣椒哦。来一点辣椒，这个醋倒一点点。先尝一下它清淡的口味了，口感还是蛮软的耶。没有膻味儿，很好吃。我再蘸一下它这个辣椒，加这个醋，蘸这个呢就会多一点味道。那如果你想尝这种原汁原味的话，就直接吃，我觉得都可以。这是我们的沙葱炒鸡蛋。沙葱的话是他们西北这边的特色，反正我第一次吃。它是这种绿绿的，然后圆圆的一个细条的，吃起来嘎嘣嘎嘣的。你说它像韭菜吧，也不太像；葱吧，也不太像，口感还蛮特别的哦。然后再试一下这个酸奶。那大家都说来甘肃青海的话是一定要吃，表面像是那种蒸蛋一样的，但是会硬一点，因为它这个是冻了的，表面是黄黄的，里面是白白的耶。尝一口啊，好浓啊，还是有点甜的，可以买那种完全没有甜的味道的。好吃，这个酸奶真的超好吃哎，我喜欢这个。那作为吃货天堂呢，我们今天就去探索一下兰州，然后去尝一下这个兰州的牛肉面。哦，点菜在这里点，看一下。他们这种8块钱的说是没有肉的，是吗？只有几个肉丁。只有几个肉丁。对，它这里面呢，人家是分什么毛细、2细、3细，就是毛细是最细的。然后，如果你想吃有嚼劲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点这个2细、3细，就粗一点点。不是，师傅，你们这个到底是叫牛肉面还是叫牛肉拉面呢？牛肉面。牛肉面，为什么不是叫拉面的？普通话叫拉面。普通话叫拉面，兰州人叫拉面。哦，我们在外地经常看到那个兰州拉面，是你们这里的吗？对，一样。一样。味道不一样，是做法一样的。哦。辣椒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对，谢谢。他这还挺好的，可以给你分成2碗。但是，谢谢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酒店的附近随便找了一家这个吃牛肉面的店。那因为现在时间呢其实是已经有点晚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呢就只先点1碗面。那时候老板娘特别好，她说你点1份的话也可以分开2碗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啊，在兰州吃牛肉拉面的话，它是讲究一清
2白、3红、4绿、5黄。那这个讲究是啥呢？就是1青的话，就是汤是青的，然后2白的话，就是它们里面会放这个萝卜片儿，那这个萝卜是白的。然后第3呢，就是3红辣椒油是红的，然后第4的这个绿的话，就葱花是绿的，以及就是最后的面的话是黄色的，就是5黄啦。那我们来吃一下这个面。先拌一下啊，然后我们来放2块牛肉。那它这个牛肉面呢是8块钱1碗，但是里面呢会只有一点点牛肉丁，并没有就是大片的牛肉。如果你想要大片的牛肉的话，可以再单独点1盘。这个1盘的话是9块。那我们来尝一下。这毛细的面好软哦。它这里面的这个红油呢，也不是很辣的，很香。尝一下它的牛肉，可以。再喝一口他们的早茶，他们这里的就是茶水都是自助的，会有面汤或者是早茶。我觉得这个甜甜的蛮好喝的。到了。这边就是省博物馆啦。那它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预约，提前3天预约哦，这样子会比较保险。走吧，我们现在。那我们决定呢，先去逛一下 B6的这个丝绸之路文明展厅，然后顺便逛一下 B4生物化石3楼的这个彩陶，还有包括佛教艺术这个展厅。我们这一次呢是要走南方丝绸之路，从这儿到这儿，然后再到敦煌，然后绕下来，回来这里站。那我们现在已经逛完这个甘肃省博物馆出来了。兰州这个地方呢，在历史上来说，它是这个古丝绸之路的一个交汇要道，也是重要商埠。那以前的话，这个东西方文化也是在这个地方交汇的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来这个兰州这个城市呢，可以逛一下这个博物馆。因为呢，它里面有非常多这种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重要文物，而且还包括有一件国宝级的马踏飞燕啊，我觉得非常值得看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也是了解兰州以及了解丝绸文化之路的重要窗口。
吓人，这个。走吧。看起来都很好哎。画面，然后在油锅里头那买的这点呢是3.2块哎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那这个枣子呢也是10块钱3斤，他说是05的枣，长方形的，然后这个梨子呢我是没吃过的，这个是南瓜梨子，它是说很好吃。这个枣子我先尝一下，我看它都没有洗就开始吃了，我也吃一下。很甜，很新鲜，这个。走吧。走吧。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兰州的包子。那我们点的是一个牛肉韭菜馅的，它这个一笼呢是10个，我们点了半笼5个。然后呢，我还点了一个灰豆子。这里的灰并不是说颜色，而是说他们这里是用一种类似于就是食用碱的一个东西吧去做的。现在先尝一下这个灰豆子。这个呢旁边它是有白糖的，你可以自己加，如果你不想要糖的话，可以不用加。感觉像喝这种豆羹的感觉，很浓稠，有一点点碱的味道，蛮特别的。这是第一次吃，有点像吃红豆糖水的感觉，但它里面是豌豆。然后我们再来尝一下包子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点的是牛肉韭菜的，我先尝一下净的。那这个包子呢，它面皮儿首先就很好吃，里面的馅的话，它其实放了比较多胡椒，所以我感觉有一点胡椒味。这个好吃。包子，它这个馅超级多哎，这包子很大。那我发现它旁边呢都有这些调料，加一点尝一下。加一点点醋吧，桌子上标配的就是这2样东西，辣椒油跟醋。然后我们来蘸一下包子吃。蘸辣椒的话，它的味道就更香一点，有这种辣椒油的香味。那我个人呢更喜欢直接吃，我觉得直接吃的味道会比较好。这个灰豆子的地位啊，在就是甘肃来说的话，也是一个跟牛肉面嘛，相当于齐平的一个地位了。它算是甜品类的。兰州呢就必须得吃兰州的羊肉串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羊肉串，我去看一下好不好吃，走吧。一个2块。
放签子环这儿吗？好，好嘞。它这是5串起点，每串2块钱，先尝一下。不怎么碰到这个签子，签子好烫，热的好吃。它是一串肥的，一串瘦的一起的，好新鲜哦。大家都直接在这儿吃哎，别人一来就直接点10串、20串的，所以我刚刚说4串的时候，别人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啦！而且它这个羊肉呢，我觉得没什么膻味，我觉得好吃。签子还回去。对。杏皮茶，煮茶用，这个是买了自己煮。杏皮茶。喝一口，酸酸甜甜的，走。那兰州呢，基本上可以被概括为1碗面、1本书，还有就是1条河啦。那这个1碗面呢，就是咱们早上吃的这个兰州牛肉面。那1本书呢，就是在兰州发行的《读者》。我是没怎么看过啊，我就直接跳过了这个读者博物馆，直接来到了我们的黄河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了解一下这条河。黄河呢，被誉为咱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它也是咱们中国的第2大长河啦。那黄河为什么是黄色的呢？因为它的中上游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，那它下雨所携带的黄土流入黄河，所以导致黄河的水变得黄色了。那兰州呢，也是唯一一个被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。那我面前的这个就是兰州出名的羊皮筏子啦，可以看到它上面鼓鼓囊囊的都是这种羊皮做的。一般做这个的话，说是至少有13个这样的一个羊皮。这个是以前黄河的一个渡河工具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发展成一种旅游的游玩项目了。现在的话，这个黄河的水比较少，如果碰到丰水期的话，水还是很急的。那据说呢，之前有人就是在丰水期的时候玩这个羊皮筏子掉到河里的。晚饭去吃当地的特色开锅涮羊肉。我发现他们这边的餐厅呢，就很喜欢这样子，全部给它打包起来，筷子也在里面，然后里面还有就是纸巾啊、湿巾、牙签，全部在里面。一般的话，这种收费大概都是2块钱一个。好啦，我们的锅上来了。那我们点了一个羊肉，还点了一个现切的牛肉雪花。然后酱的话，刚刚他是问我了，让经典的呢，还是自己调，我就说让他们调经典口味了。然后这边呢有一点小料，可以自己加进去，葱花以及香菜，还有一个应该是糖蒜吧，我加一点这个。好。我感觉它这个汤里面应该放了很多胡椒，我现在就已经闻到一股胡椒味了。先尝一下它这个汤，哇，胡椒味好浓啊，汤很辣，但是汤还蛮香的，蛮浓郁的。现在我们开始来涮一个羊肉，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制的冻的羊肉，这个涮多久？等它颜色变了吧就可以了吧。哇，感觉好快！我的羊肉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
然后这个呢，我先拌一下，它这里面的话是有芝麻，然后还有他们这里的油辣子，还有一点蒜、芝麻酱，拌一下。那北方的话吃这种汤锅啊、火锅，其实他们都是流行吃这个芝麻酱的。尝一下，它芝麻酱好香啊！这个辣椒你别看它很多，也不辣的，就很香。然后我再试一下它这个牛肉，这个是雪花，这个是新鲜的现切。我感觉一个最多10秒吧，已经好了。再尝一个。它雪花也还可以，肥瘦相间，不腻也不柴。菠菜好甜哦！我发现了，他们西北的蔬菜都格外的甜，像刚刚那个菠菜也很甜。那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糖蒜，现在扒开，先尝一个小的吧，酸酸甜甜的，就已经没有蒜的辣味了。你别说，刚刚吃这个羊肉加这个麻酱，其实是有点腻的。这个糖蒜解腻，这我觉得是算是西北美食吧，南方应该比较少吃这个。吃完饭，历经3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宁。下期西宁见。